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婆出轨，被我抓个正着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吴强比你有钱，他的内裤就是3天不穿都是香的，你就是洗3遍澡都是一身穷酸味。”他叫嚣着要跟我离婚，还说吴强马上就会来接他去过好日子。吴强来了就跪在我面前：“张总，我错了。”老婆这才得知我是亿万富翁，痛哭流涕：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们复婚吧。”滚！喂，人事部吗？我刚要叫人事部通知吴强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何曼一巴掌打掉我的手机，顺势也给了我一耳光。他瞪大眼睛质问：“我不过是和吴强睡了一觉，你就要毁了人家前程？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恶毒？吴强要是被开除了，我还怎么嫁给他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过得好点？”我没搭理他，弯腰去捡手机，没想到他变本加厉，上来一脚把手机踢飞了出去。又细又锋利的高跟鞋尖一下子戳破了我的手指，鲜血顷刻间流出，手指遭受重创，传来一阵麻，随后就是强烈的疼痛。我下意识去抽纸巾，想按住伤口止血，高跟鞋突然踩在抽纸上，看着他满脸怨怒，我感到难以置信。你就这么上赶着当小三吗？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老婆竟然会这么无耻，我的真心全都喂了狗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何曼双手抱胸，趾高气扬地嘲笑着说：“就是给吴强当小三，也总比跟着你好。吴强年收入好几十万，他的内裤就是几天不换，那都是香的。你就是一天洗3遍澡，照样一身穷酸味，你怎么有脸跟他比？”他说这话真是丧良心。结婚后，我没日没夜挣钱养家，他一天班都没有上过，每天不是打牌，就是去跟朋友出去吃喝、逛街，家务事一概不管。他看上了名牌包包，一个就2万多，没问题，买。他要出去旅游，马尔代夫、欧洲，随便挑地方，不管花销多少，我从来没有半个不字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嫌我穷。他有什么资格嫌弃我？更何况我穷吗？今年是我创业第9个年头，公司成功融资，市值破亿。我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。吴强，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个部门经理，我一句话随时就能叫他滚蛋。何曼竟然以为吴强很厉害，我是亿万富翁的事情，何曼还不知道，但绝非我故意瞒着他。每次我想和他分享事业上的成就，还没说几个字，他就极不耐烦地摆手，打断我的话，让我没法说下去。他对我的事情根本毫不关心，他的眼睛里全都是吴强。离婚。何曼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，拍在我脸上。协议书落在茶几上，他早已签字，把笔扔在我面前。何曼很不耐烦催促道：“快点签，这样的穷苦日子，我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现在只要离你近一点，你身上的臭味就熏得我恶心想吐。”他轻掩口鼻，满脸嫌弃地后退几步。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会嫁给你这种窝囊废。不过很快我就会跟吴强结婚了，好日子近在眼前，我再也不用受苦了，哈哈！看着他得意洋洋，笑得花枝乱颤，我既感到寒心，也抱着几分好奇。如果他看到吴强跪在我面前，会是什么表情？刚要提笔，何曼继续说：“离婚后，这家里的一切我都不要，反正吴强会给我更好的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儿子必须跟我。”我一把将笔扔下，反对道：“这不行，儿子的学习成绩很好，完全是继承了我的天赋，如果跟着何曼，肯定会大受影响。再说，他这种人有什么资格为人父母？
我坚决不答应，儿子必须跟着我，这是没得商量。刚说完，何曼抬手一巴掌扇在了我脸上，怒目圆睁，表情狰狞。我的火一下子窜了起来，要说话，他拿起包包又砸在了我的脑袋上，包包的金属扣瞬间划破了我的额头，鲜血流淌下来，糊了我的眼，伤口传来火辣辣的疼。他对此毫不在意，高高在上道：“我是在跟你商量吗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什么模样？你配当儿子的父亲吗？儿子要是跟了你，这辈子只会跟你一样窝囊。只有吴强这样的成功人士，才配当我儿子的父亲。”正说着，门打开，儿子回来了。他抱着篮球，看到我脸上都是血，我本以为他会很震惊，关心我，却没想到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妈，你把这个窝囊废打流血了。”我的脑子嗡的一下，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从小到大，儿子要什么我就买什么，从来没有委屈过他半分。为什么他会如此冷血？我马上瞪着何曼，恨得咬牙切齿：“你怎么能教坏儿子呢？”一个篮球突然飞过来，打在我脸上，我猝不及防，被打倒在沙发上，还没有回过神，儿子便冲到我面前，拿手掐着我的脖子，目眦欲裂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跟我妈这样说话！”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儿子，喉咙出不了气，脸憋得通红，非常难受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我对这对母子彻底绝望了。何曼在旁边拍手叫好：“真不愧是妈妈的好儿子。”说着，他拿出手机开始转账：“儿子，你吴强爸爸说，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他升职在即，可能忙不过来，不能给你过生日，所以就给了我1万块钱，让我转给你，说你想买什么就买，钱要是不够，尽管跟他说，他有的是钱。”说完后，何曼满眼讥讽地瞥了我一眼。儿子拿出手机，看到转账，立马眉开眼笑：“妈，替我谢谢吴强爸爸。”接着他又改口：“算了，还是我亲自打电话谢谢他吧。”儿子给吴强打了电话，故意开扩音。吴强呵呵笑道：“那点钱对我来说9牛1毛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说想买车吗？没问题，等我过几天升职，涨了薪水，我就带你去买。”儿子欢呼雀跃，两个人父慈子孝。何曼瞥了我一眼，柔情似水道：“吴强，我已经跟我老公离婚了，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为了庆贺我终于脱离苦海，成功摆脱那个窝囊废，你来接我们，咱们一家人去吃顿饭吧。”吴强笑着答应了：“好，10分钟就到。”挂了电话，何曼看我还没有签字，突然脸色一变，非常生气。他怒目瞪着我，喷着唾沫星子：“你坐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快点签字！我现在恨不得马上逃出去，多看你一眼都恶心。”我对何曼是彻底死心了，但对儿子，我是真舍不得。这毕竟是我的种，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。站起身，我抓着儿子的手，苦劝道：“儿子，跟着我吧，爸现在是亿万富翁，有的是钱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爸都能给你。”儿子抬手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嘴角给我打破了。他瞪大眼睛，面带嘲讽：“你是亿万富翁？呵，我还是100亿富翁呢！你个窝囊废，跟着你，我这辈子都别想买车，死一边去吧你！”他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，哈哈大笑：“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还亿万富翁？你的卡上能有1万块，就算你有本事！”呸！何曼欢呼道：“儿子，你真棒！”他走过来，拿高跟鞋踢了我一下，命令道：“别装死，快点起来，把字签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，你别想来高攀我们。”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母子，他们真以为马上就能过上好生活，表情肆意飞扬。好，
那我就成全你们，到时候看你们怎么哭。提笔签了字，何曼一把拿了过去，生怕我后悔一样，激动道：“儿子，把这家里的东西都砸了，一样完整的也不给这窝囊废留。他害得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苦，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。”我急忙阻拦：“我警告你，这些东西都很贵，砸了你们赔不起的。”何曼哈哈笑了起来，好像我在跟他开玩笑一样。他率先打碎了茶几，笑话，这家里的东西我用了那么多年，什么价位我不知道吗？竟然还敢吓唬我！哼，就算真值钱，吴强也赔得起。儿子，砸！儿子一点头，抄起实木椅子，猛地砸在玻璃茶几上，玻璃顷刻爆碎。巨大的声响非但没吓着他，反而激起他更强烈的破坏欲。何曼也加入进来，母子俩把家具全部打碎，墙纸划烂，门窗也没有幸免，就差把承重墙给毁了。最后，何曼还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我妈的遗照，他一把拿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儿子，打火机呢？把它烧了。你敢？”我疼得站起身来，全身的血液直冲头顶，我快步上前，指着何曼发出死亡警告：“你们要打要砸，我都可以不管，但要是敢碰我妈的遗照，我跟你们拼命！”听到我的威胁，何曼非但没怕，反而嘲讽一笑。他断定我不敢把他们怎么样。儿子拿出了打火机，何曼一把抢过去，打着后就开始点遗照。放下！我猛冲过去，夺下遗照，抬手一巴掌扇在何曼的脸上，拍了拍火。虽然我及时抢救，但遗照还是被烧掉了1/3，变得焦黄发黑。妈，儿子不孝！我捧着遗照痛哭起来。你敢打我妈，我杀了你！儿子从身后给了我一下，我的后脑遭受重击，眼前一黑，瞬间倒在了地上。剧烈的疼痛如排山倒海一样冲入大脑，像是要把我的脑子给活活撑爆，痛得我发出惨绝人寰的叫声。我用手一摸，手上全都是血，回头一看，儿子手里拿着的东西竟然是烟灰缸。我来！何曼抢过烟灰缸，照着我又砸了下来。我头部受创，四肢无力，根本没办法反抗，只能抬手保护自己。烟灰缸砸在我的胳膊上，一下一下，骨头传来裂开的剧痛。咚咚，砸了不知道多少下。何曼突然听到敲门声，这才不情愿地停下来。肯定是你吴强爸爸来了，快去开门！他擦了擦手上的血，拿出化妆盒，开始化妆起来，根本不管我的死活。门打开，吴强走了进来，惊讶道：“嚯，你们这是要重新装修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”何曼收起了化妆盒，快步走过去，搂着吴强的脖子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？家里怎么回事？”“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”何曼拉着吴强的手，宛如小女人一样肆意撒娇。她在我面前却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吴强看到了我，皱眉道：“这人谁啊？”“是我那窝囊废老公。”“不对，是前夫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有一个老公，那就是你。”看着何曼如此柔情似水，吴强也很高兴，但他看到我满身是血，还是有些担心。伤这么重，不要紧吧？他那种贱命，死就死了。话音未落，吴强的手机忽然响了，他一看，惊喜道：“是张总来电话了，肯定是关于升职的事情。”“喂，张总，我是吴强。”“喂。”没人说话，因为我伤势太重，没有力气，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吴强回拨过去，我的手机突然传来声音，房里瞬间鸦雀无声。吴强拿着手机，表情惊恐地走到我面前，走近些，他突然打了个寒战，手机从手里滑落，掉在了地上。张总！他立马把我扶起来，擦掉我脸上的血，猛吸一口凉气。“张总，
真是你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说完这话，他就突然想起来何曼刚才的话，顿时吓得面如死灰。难道你就是曼曼的老公？我靠着被划烂的沙发，强撑着不往旁边倒下去，声音嘶哑：“吴强，你干的好事！”吴强跪在我面前，脸色苍白：“张总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还是和人事部解释吧。”我立马报了警，警察一会儿就到。吴强吓得浑身直哆嗦，连连给我磕头：“张总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次吧。我发誓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何曼来往。”何曼一脸不解地跑过去，冲吴强问：“你发什么疯？怎么给这窝囊废跪下了？”站起身来，吴强一巴掌甩在何曼的脸上，何曼猝不及防，当场摔倒在地上，脸顷刻间就肿得老高，嘴角也流了血，漂亮的脸蛋瞬间变丑。儿子扶起了何曼，大怒道：“你凭什么打我妈？我不但打他这个贱人，还要打你这个不孝子！”吴强上去给了儿子一脚，把他踹翻在地上，还不解气，他抄起一条断了的椅子腿，照着母子俩的身上就一顿招呼，打得他们鬼哭狼嚎。我坐在旁边，心中冷笑，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之后，吴强这才扔下椅子腿，邀功似的看着我，满脸讨好：“张总，他们所做的一切跟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张总，求求你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我发誓，从此以后必定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，让咱们公司的市值从1个亿变成3个亿，甚至10个亿。”被打得满头包的何曼这时候也惊呆了，他好像也猜到了我的身份，强忍疼痛地爬到了吴强身边，表情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什么张总？什么1个亿？你在说什么？”吴强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，怒骂道：“张总，就是你老公，我工作的那家公司就是他开的，他是我们公司的老总。半个月前，我们公司刚刚融资成功，现在市值1个亿，张总现在是亿万富翁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竟然敢把张总打成这样！他越想越气愤，再次捡起椅子腿，又照着那对母子一顿狠揍：“我打死你们这2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”吴强当然不是对我的遭遇感到义愤填膺，他是担心自己会被连累，所以现在积极表现，想争取我的原谅。可惜这根本不可能。警察很快来了，我被送到了医院。经过医生认真检查，发现我有轻微脑震荡，胳膊骨折，至少需要2、3个月才能活动自如，躺在病床上休息。警察进来询问：“张先生，何女士他们说想见你，你看不见。”我已经报了警，该怎么处理？你们依法办事就是，不用问我。我明白了。警察退了出去，何曼他们在外面吵着要见我，最后竟然硬生生把门撞开。何曼进来就跪在了我的病床边，痛哭流涕：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对你的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，好不好？”我没说话，甚至都没有看他。何曼突然连续给了自己几耳光，给我磕头道歉：“老公，我真知道错了，这些年是我太自以为是，太骄纵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不该出轨，不该打你的，我不是人。老公，你骂我2句，你打我吧。”他哭着抓住我的手，想让我打他。何曼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我心中的怨恨。做梦！我一把将他掀翻在地，气愤道：“你不是说跟着我是过苦日子吗？你不是想跟吴强过好日子吗？行，我成全你，滚！马上给我滚！”不！何曼拼命摇头，泪如雨下。我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要好好对你，拿出1000%的真心，对你好，
他跪着到了我的床边，再次抓住我的手，诚意满满：“老公，我们结婚前说过的，要去爱琴海旅游，让爱琴海见证我们永恒不变的爱情。婚前我的确答应过他，我曾经确实提过这件事情，但他总是以各种理由不愿去，一来二去，我也就不再提。现在他提起来，我觉得真是讽刺。现在你想起来要去，晚了。”何曼嚎啕大哭了起来：“爸，我知道错了，那都是我妈教我的。”他说：“吴强爸爸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儿子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，马上改口：“呸，是吴强。我妈说，要是叫吴强爸爸，吴强就可以给我很多钱，我想买什么，他就给我买什么。我年纪小，什么也不懂，我妈让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爸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姓张，我这辈子都只有一个爸，那就是你。”我冷冷地瞥着这小王八蛋，心中的恨比对何曼的还要深。他口口声声说什么都不懂，可他分明什么都懂，只不过是听说我比吴强更有钱，他才主动认错的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这次就算是亲儿子，我也绝不会留情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你是怎么骂我的？我指着脑袋上的纱布，怒吼道：“我这脑袋是谁打的？你个没有人性的小畜生！你比你妈还要可恨！”警察在旁边也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站出来指责：“你们母子俩真是够白眼狼的！张先生，我是很有名的年轻企业家，他事业有成后，每年都给贫困儿童捐助，几年下来，已经达到了上千万。连市领导都对他非常赞赏，更何况他还是你们的丈夫、父亲，你们怎么能下得了手？你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吗？”面对警察的责骂和质问，何曼跟儿子更是悔不当初，痛哭嚎叫。医生急忙劝阻：“病人需要静养，麻烦你们先出去好不好？都给我滚！”警察立马上来，把他们母子带走了。病房安静了下来。看到警察要走，我急忙喊道：“等一下！”他走回来，我问道：“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是被他们母子损毁的，我要他们照价赔偿，完全没问题，这是你的正当权利。”很快，鉴定出来了，家里的东西总共加起来是1633万。何曼听到这个数字，吓得目瞪口呆。这不可能，那些破烂玩意怎么会这么值钱？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我们不可能会搞错。这些是张先生购买那些家具留下的票据，单是餐桌餐椅一整套就是188万，奢侈做的，非常名贵。警察拿出票据，一一解释了起来。沙发13.5万，茶几12万，最贵的还是客厅书架上的几个古董，总价值超过1000万。这些我们都已经找专业人士认真鉴定过了，绝对没有假。儿子听到这些话，立马不干了，他眼神怨毒地瞪着何曼，大骂道：“都是你干的好事，爸跟你说过，那些家具很值钱，你赔不起的。你偏要砸，现在好了，1000多万，你赔吧。”何曼恼羞成怒：“你砸的时候不也挺积极的吗？你砸的比我还多，凭什么全让我赔？废话，是你让我砸的，我让你砸，你就砸；我让你吃屎，你怎么不去呢？”儿子大怒，突然冲过去就跟何曼打了起来，母子俩竟然在警局拳打脚踢，上演一出闹剧。警察把他们分开，何曼满腹委屈，痛哭流涕，甚至还坐在地上撒泼耍混。我没钱，1分钱没有。张先生已经说了，不接受调解，如果不赔，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听到这话，何曼更是哀嚎，然后给吴强打电话，电话接通了。何曼哭着说道：“吴强，
我把家里的东西打烂了，要赔1000多万，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”吴强会借吗？不可能，他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。你砸烂的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要借钱给你？听到这话，何曼非常气愤，跟个泼妇一样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不是答应等我和老公离婚后就娶我的吗？我现在是你老婆，找你借点钱，你竟然拒绝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当初你跟我睡觉的时候，不是说好我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吗？”他竟然连这种话都说了出口，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致。连旁边的警察听了也都摇摇头，没见过这种不要脸的女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何曼应该哄着吴强，但他还是这么强势，总以为谁都欠他一样。吴强可不惯着，气得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是脑子进水了，还是被门夹了？睡你时候说的话你都信？傻缺！别说老子现在没钱，就是有也不可能借给你。老子本来前途一片光明，现在不但升职没戏，连工作都丢了，这全都是你害的。事到如今，你他妈还有脸找我借钱？死去吧你！”他毫不犹豫挂了电话。何曼大骂了吴强几句后，又开始找亲朋好友借钱。但他的事情曝光后，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嘴脸，全都避之不及，根本没有人肯借他。即便借，那也是杯水车薪。面对绝境，何曼再次要求见我，才短短几天不见，他就明显憔悴了许多。警察告诉我，这几天何曼不仅对以前的所作所为痛悔不已，也因为赔偿的事情愁得焦头烂额，整宿睡不着，苦不堪言。我听了只是骂一句：“活该！”老公，我真得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何曼见了我就立马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，楚楚可怜。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面无表情地问：“你想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如果没有别的，我先走了。公司事情很多，我没闲心陪你。等等！”他忽然叫住了我，从地上站起身来，脸色变得非常气愤，走到我面前。何曼瞪着眼睛问道：“你的公司市值上亿，你根本不缺钱，为什么就不肯放我一马，非要苦苦相逼？”我听了觉得好笑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的公司值多少钱，跟索要赔偿有关系吗？不就是1000多万吗？你又不是没有，就那么小心眼，非要斤斤计较。1000多万，你说得轻巧。婚后这些年，你挣过1毛钱吗？何曼顿时语塞，他说这话真是丧良心，值他，但是他根本还不上，索性就豁出去了。反正我没有钱，你如果非要我赔，我就死给你看，到时候你1分钱也得不到，还要落个逼死前妻的恶名。你的公司刚融资不久，要是出了这样的新闻，你也做不下去了，到时候鱼死网破，对你也没有半点好处。面对何曼的威胁，我根本无动于衷。认识这么多年，他什么脾气我最清楚了。习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他，最是怕死。别说死，就是手上有条伤口，他都非常心疼，甚至还要大动干戈去医院检查。他最惜命了。我带着嘲讽的语气笑着说：“好啊，你去死吧！你要是死了，咱们的账就一笔勾销。”何曼一下惊呆了，他眼眶发红，眼神难以置信地盯着我。你真这么狠心，想让我死？别摆出一副无辜者的表情。你拿烟灰缸砸我的时候，心比我还狠100倍。何曼低下了头，脸色难堪。他知道，不管他怎么样，都不可能改变我的心意。但就在这时，儿子突然笑着说：“妈，你快去死吧！你死了，爸就不要我们赔钱了。到那时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”何曼猛地抬头看向了儿子，表情又气又恨，
又感到非常震惊。他没想到儿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。儿子理直气壮道：“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没用的东西还留着干什么？就该一脚踹开。你现在欠我爸1000多万，你又从来没有上过班，什么也不会，根本赚不了这么多钱。与其让你继续活着，不然让你去死。你死了，我就无债一身轻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”何曼的身体如灌铅一样突然坠了下去，他面如死灰一样，泪如雨下。直到现在，他才终于知道后悔。看着这对母子，我失望地摇摇头，一言不发，转身离去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